今天我们来改装一台来自江苏的单头 Slayer。顾客非常喜欢我们这款全雅黑加萃取光纤的设计方案，随着萃取拨干拨动，光纤便会亮起，被誉为咖啡机的蓝色血液。这是一台全新未开封的机器，首先将咖啡机的包装全部都拆掉，这些包装都是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咖啡机外观产生磨损，在发走的时候，我们会按原包装重新装回。在改装之前，先测试一下咖啡机的功能。这台机器出厂时，2个锅炉是默认关闭的，需要通过小屏幕手动打开锅炉的加热，滑动屏幕找到 Advanced Setting， 进入后将2个锅炉加热选择为 On， 这样咖啡机就会正常加热了。改装前试机，改装后同样也要试机，确定咖啡机没有问题后，放空蒸汽就可以开始拆机了。首先是温杯盘，温杯盘没有固定，直接拿掉就行。下面的顶板通过一个螺丝固定，拆掉螺丝并取下顶板，注意顶板下面有一个胶垫，起到静音效果。然后是背板，背板上面有2个螺丝，下面是挂在底板上，卸掉螺丝后向后一拉即可。注意背板的屏幕上链接着一个线排，取下时要小心一点。接下来开始拆卸侧板，首先是控制热水的旋钮，拆卸时注意不要划伤螺丝和旋钮本身，然后拆掉热水阀和侧板的连接。中间的这个圆柄主要起到装饰作用，拆卸时最好有专门的工具，否则会很难拆。再拆掉前面板横梁以及电源和位置与侧板的连接螺丝。中间这4个螺丝的作用是将侧板固定到咖啡机的主体上，拆卸时注意要在咖啡机下面垫上垫幕。这4个螺丝拆下来后，便可以将侧板整个取下来了。蒸汽这边的侧板和热水这边一模一样，按照相同的顺序将其整个拆下即可。前面板的前面是固定在挡水板上的，后面固定在一个横梁上，将前面2个螺丝拆下后，就可以连同横梁一起取下。将接水盘取下，注意接水盘一定不要划伤。拆卸挡水板之前，先将接水盒松动，方便下一步取下挡水板。萃取的压力表固定在挡水板上，将后端螺丝拆下，便可以跟着挡水板一起取下来了。注意挡水板下面还有2个螺丝，如此需要改装的部分就全都拆卸下来了。接下来对这些部分进行进一步的拆解。首先是侧板位置，这台机器要将侧板改为黑色透明材质，其余部分全都改为哑光黑。哑光黑的部分包括叉形腿、装饰圆柄、螺丝等。另一边的侧板同样进行拆解。背板上的显示屏同样需要拆卸下来，虽然背板原本就是黑色，但是为了避免产生色差，同样需要进行烤漆改色。1 week later， 接下来开始安装，首先是咖啡机的挡水板，整体已经改为了哑光黑。安装时注意不要划伤漆面。固定上下面的螺丝后，将接水盒也重新固定上，将压力表重新安装上，注意安装的时候要将压力表摆正。然后开始组装侧板，叉形腿改为了哑光黑，而侧板由原本的金属侧板换为了黑色透明材质。这4个大的一字螺丝起到固定侧板的作用，因为更换了材质，所以安装方式会有所不同。这个螺丝同样是固定侧板的作用。装饰圆柄全都改为了哑光黑，将其重新安装即可。拧紧螺丝时垫了一层眼镜布，防止划伤螺丝的漆面。蒸汽这一侧的侧板安装与热水那一侧相同。组装完毕，便可以将侧板安装到咖啡机上了。安装时要将4个螺丝穿到侧板的孔位上，将4个螺帽安装上。紧固时注意要交替式的对角加固。将侧板与蒸汽阀的连接重新安装上，同样需要交替式的加固。安装上控制蒸汽的旋钮，注意蒸汽和热水的旋钮不能混用。然后再安装上螺丝以及垫片，垫片的顺序是固定的，顺序错了会影响使用。拧螺丝时要垫上眼镜布，防止划伤。中间这个装饰圆柄安装比较困难，需要专门的工具以及耐心。另一侧的侧板进行同样的安装。将电源盒固定到侧板上，将背板的小屏幕装回原位，注意这里的螺丝很小，拧紧的时候不要太用力。把线排重新插到小屏幕上，然后再把背板装到咖啡机上，并拧紧2个螺丝。接下来是前面板下面的横梁，同样固定在侧板上。把蒸汽棒和热水棒拨到一边，装上前面板。固定前面板的螺丝需要交替式加固，以防位置产生偏移。原本的顶板被顾客更换为了哑光黑加木质扶手的温杯架，固定方式与原本的顶板相同，注意顶板下面有一个胶垫，将温杯盘装回原位。最后再装上接水盘，
改装完毕，看看效果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呜啊！